大家好啊，我是优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的经文。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从心经里面的这些道理、方法，以及提出来这么多的举例说明，我们就可以了解般若波罗蜜多这一种力量，也明白了根据这些道理的力量和方法的力量，才能够完成所谓智慧的力量。到这里是全文的结语。最后即说咒曰，这个即其意思是现在的时刻，或者我们现在来说的意思，也就是肯定每一个现在。因为后面的这段咒语是一个真实的语言，它是告诫我们的语言。它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说了这么多的道理，说了这么多的方法，说了这么多的好处，而且提出了那么多的证明，你还只是知道了道理，知道了方法，知道了它的好处而已。所以才说这些话都是真实的语言。那么是什么语言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揭谛揭谛，就是说前面说了那么多的道理，讲了那么多的方法，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说出那么多的证明，可是我们要去做呀。这个揭谛翻译成汉语就是行，以白话来讲就是要去做，要去行。那么波罗僧揭谛是说什么呢？这个波罗是一个概念，或者是大家多数的意思，而波罗僧的这个僧是讲3个人以上。在经文中谈3个人以上，相当于我们汉字写3个人字为重。这个波罗僧也就是3个人以上，可是在这里是大伙儿的意思，所以这个波罗僧就是大伙儿。我们千万不要把这里面的僧当成是僧伽的僧来讲，因为僧伽它是指3个人以上的团体，而接下来的揭谛还是要去行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用白话来表达一下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做呀，我们要去做，我们大伙儿都要去做，不仅大伙儿要一起来做，还要做到圆满觉悟为止。因为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而萨婆诃就是圆满成就的意思。所以这段整体的翻译就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做，我们大家来做，大伙儿一起来做，一直做到什么状态呢？一直做到觉悟了，而且这种觉悟是圆满的觉悟，成就了的觉悟，而不是因位上的，而是果位上的圆满成就。这就是这句咒语的意思。那么这个咒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行，所以这就是整体的心经了。所以关于心经一定要了解，五蕴是谈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五蕴，以及这个五蕴跟空的关系。尤其谈到空，是从有而来的，如果没有有，则无空可说。比如说我们谈天空，天空上有云，有星辰，有太阳，还有月亮，有各式各样的现象，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谈空。而五蕴呢，从色到受想行识，因为会升起变化，生作用，所以才谈从这个有怎么样去认识它。这里所空的是空相，而不是空其本体，因为色蕴的形成来自色法，
而色法的形成呢，来自法尘，法尘的形成呢，来自色尘。那么这色尘、法尘、色法加起来，我们概念上就叫做色尘缘境。因为色尘缘境影响到我们的五蕴，完成了色蕴。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空，究竟是空什么呢？其实是空色尘缘境，而不是去空五蕴。因为色尘缘境的显现，我们的自我去跟它发生关系，产生因果关系，才会有相上面的执着、计较以及分别。所以你要去认识这些计较、执着、分别，了解于相上其实是一种空相，它是不实在的。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吃饭，我吃饱了，那么吃饱了，这是一个相上的问题，所以才问你真的吃饱了吗？在这个时刻，既然吃饱了，应该是不要吃了，可是我们还是会饿，那么饿了以后还是要吃的。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色与空的关系了。那么什么叫做不异也？什么又是即是呢？其实那就是我们要从相的上面去认识而显现空相。也就是说，什么叫做饱，什么叫做饿？我吃了就饱了，但是吃了并不能说就能够饱了，因为你还会再饿呢。那么为什么会饿呢？因为你消化掉了，当然会饿。那么饿了又怎么办呢？那当然就只有在吃，这当中就有不异跟即是的关系。我们这么去把握就很容易了解了。因为色受想行识是讲人的那个我的主宰者来说，所以这个我不起变化就不会产生作用。因为这个我是五蕴之始来看色蕴的形成，它关系到前面的色尘缘境。至于色尘缘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那就关系到我们的根与识。你眼睛能看到什么，耳朵能听到什么，眼耳鼻舌身涉及到外边的色声香味触。香只是一种气味，我们看，如果以气味而言，有香有臭之分。可是如果根据它的本质而言呢，那么就不一定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是它吃起来很美味。可见这个香是以气味来说，它不是肯定于香与臭的关系。而如果提到它的本质，才会涉及到无。如果只谈相，那是一个肯定的有。为什么谈无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呢？那是因为眼睛能看只是一个根本上的见，如果再加上你的意根，把你所见的显现出来，假使这个意根再跟我们的五蕴再打交道，所产生的变化完成显现出来的作用，就可以肯定它是属于本质上的或者是本体上的认识。那么眼睛是如此，耳鼻舌身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谈色与空的关系，就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而色不异空之外同样的受不异空也可以，想不异空，行不异空，识不异空都可以。所以五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形成的。五蕴的色蕴是来自根与尘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了以后，还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不只是一个五蕴或者一个六根的问题。这在我们的变化作用上面的认识，它有12个因缘。
12因缘里面一个无名的形成，从开始一直到老死，其实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精神层面，还有一个物质层面，就是我们色身的本身，它关系到地水火风这4大种性，这些都包含在12因缘里面。如果不知道12因缘所谈的内容意义的话，那么就会认为我现在在谈的都是五蕴。要知道，根尘明明是由4大种性完成的色法，然后我们从12因缘来看，一个我，也就是说色身的完成，以4大种性而言，所谓的5根5尘6根6尘加上我们的五蕴，这个总体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也就是从地水火风的色身的本体，以致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法身的本质。但这个法身不是指佛法完成的法身，而是只会产生变化作用的法身。它关系到我与人我与事儿相互关系的法身。这就可以发现心经谈色空的关系，色空是从有而形成的，这个有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把根与尘的关系12缘起的关系都搞清楚的话，那么最后只是一个自我意识，你就不可能像菩提萨埵一样根据智慧来完成修养。而这些智慧的修养又根据苦集灭道为基础，当然还涉及到波罗蜜法、四无量心等等，这些都是根据般若，也就是智慧的方法，才能够心无挂碍，否则人一定会有挂碍。那么有挂碍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去突破它，去认识它。而且有挂碍是因为颠倒梦想而产生恐怖，所以说唯有远离颠倒梦想，才不会有挂碍。那么不会有挂碍，就不会有恐怖，到最后必然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所以肯定的说，这种智慧的方法是一种我们人实在很难以去臆测的一种无形大的力量。它不仅是帮助我们破除无明烦恼的一种力量，而且其他任何的道理方法所形成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来超越这个智慧的方法，或者跟它来比较。因此后面才有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来作为一个结语。而这个无等等咒是根据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而说无等等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成为4个咒，因为这种力量能够去除一切的苦难或者苦厄，这样才相应于前面所说度一切苦厄。那么拿什么来度呢？其实就是根据心经所说的道理方法，而且这些道理方法是真实的、可靠的，一点儿也不会有任何的缺陷或者后遗症。它是一个圆满成就，并且能够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的成就。所以说般若的方法是一种真实的言语。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真实的言语，也讲了这么多真实的道理、真实的方法、真实的一些证明，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去做。不仅仅要去做，还希望更多的人，就是大伙，更多的大家一起去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要做到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从因到果，这里讲圆满成就，就是以它圆满的果来说的。这个无
除了从有的突破之外，还有不一定的意思。比如说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这就是肯定的一个有。而无等等咒呢，就包含了凡所有，这里的无跟前面的无就有所差别了。所以整本经典上面有很多相同的文字，可是它们却有不同的意义。有很多地方提到所谓的六根五蕴12因缘，在佛法的法要上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它加上一个无字，许多人的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否定词，就好像成佛了一切都没有了，或者成菩萨了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样的解释叫做断灭相，而佛法呢是不谈断灭的，佛法是从有突破到无，然而这个无并不是究竟，所以后面还谈到究竟。比如说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可是还有究竟涅槃。就像谈修学或者谈修养，有余无余还有究竟。这种关于有无究竟，它其实是说一种法的次第。比如说一个正常的凡夫众生，那么肯定是有，可是如果这个凡夫众生进入到圣贤了，那么那个凡夫就成为了一个突破之后的结果，原来的凡夫便成为了无。可是当圣贤显现之后，还是一个有。要进入到罗汉或者菩萨，这个时候的圣贤是一个无的现象，可是成就罗汉或者菩萨还是一个有。到达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再突破的话，到达究竟成佛，这时和有无都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已经究竟了，究竟了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我们讲佛果的完成是从凡夫到圣贤，然后再到罗汉或者菩萨，都是从有突破到无，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提升，到最后才是究竟。而这个究竟就是佛的果位。那么好，关于心经的经文，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犹不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犹不愿您在学佛的路上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先能够找到快乐，找到快乐之前呢，先能够找到自己。感恩大家，我是犹不。